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9月16号。这两天比特币合约多单利润相对都还可以哦，包括一些粉丝朋友这一波低点买入的价格是比我更低哦，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牛市现在是走出了一个重要的突破，很多人却还在担心比特币日线的这个时差里面的知识，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两条非常重要的均线，欧美的机构很看重的一条绿色的50MA 跟这一条蓝色的200的 MA， 目前是在进行死亡交叉。有些朋友是担心这种死亡交叉，比特币价格会再往下崩。你要看空间哦。那我们今天来统计一下，就是这一次时差不就是买点嘛？所以这个位置买有可能就是在2023年 25K 非常重要的低点的位置，不会再破了。那我们今天要统计一下这两条均线历史上时差的位置，它后面是以涨多为主还是以跌为主哦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一次这两条均线时差的位置是在2022年的1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时差，它后面价格是一路往下崩。不过我们要参考它的空间哦。我希望朋友们你去观察一下，它是从20年涨到 69K 69000的高位，这样子崩下来的时差，这种时差力道有时候会非常的重啊，你要非常的小心。所以你要看空间，它涨了10倍左右，这么高的位置进行的一个时差，有时候力道会非常的重，时差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2021年的6月份，也是在这个位置时差，但是在高位它也会出现一个买点，而且有一个波段上涨接近1倍的行情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低点的位置啊，比如说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在低点的位置，这个位置50MA 跟200MA 进行一个死亡交叉。死亡交叉你在这个位置买，可以看一下整个大波段是不是利润非常的可观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去看死亡交叉就觉得比特币真的要崩盘下去。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死亡交叉，它短线里面也是有一个波段上涨，或者是上一次更早之前的死亡交叉，它是在2015年到2016年整波大涨的高位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2018年高点熊市，也就是前面有一波下跌，在这个位置开始进行死亡交叉。就算在整个大长线里面，牛市非常高的位置死亡交叉，它都会有短线波段的买点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这个死亡交叉往往有时候是预示的重要的买点啊，特别是在这种比特币跌了1年多空头熊市的底部触底完以后，它如果有涨上来的一些位置进行的死亡交叉，或者是涨上来的一些位置有遇到黑天鹅事件，这种位置死亡交叉，15年的这个低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。整个大波段后面是接近几十倍的一个涨幅哦，还是几百倍，自己去统计嘛，就是这个低点上去是几百倍的涨幅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散户看到的死亡交叉，整个市场都在看。书籍上面说的死亡交叉是卖点，你在真正的交易市场里面看到的死亡交叉往往是买点，这样子才能赚钱啊！而且我们如果再配合空间，涨到这个高位才涨了1倍，那到这个位置最多也就多少？我们可以看一下 60% 啊，所以只涨了 60% 的空间高位，死亡交叉不用去担心。就算它涨到10几20倍或者是300倍的高位，死亡交叉已经跟大家统计了，死亡交叉往往有时候也是重要的买点。所以希望朋友们，目前空间最多也就涨了 5-60% 啊，该买的还是要买，不要去管这个死亡交叉，有可能短线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，然后就突破这两条非常重要的均线，后面再来走成一个金叉的结构，不然你也可以等什么时候金叉的时候进去买。但是10多年的经验，往往在市场里面看到的一个现象，就是死叉往往有时候是买点，金叉往往有时候是卖点，所以你要跟书籍上面的理论倒着来操作，有可能才会在市场里面战胜市场的主力啊。
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，它现在已经是把这3个高点的位置这一条下降的趋势给它突破，在中线里面已经突破了。突破的话，那一些空方派还在看空吗？你要遵守趋势交易的理论啊。既然连这一个趋势线都已经突破，我的观点有压回，你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。昨天推特上面也是给大家预示了，有可能这个趋势是要突破，因为 RSI 早就已经突破了这个趋势啊。那昨天有跟朋友们讲的，你每一次压回的买点都是买点啊，20MA 昨天就差了$100啊。那这个下影线有买的话，也是恭喜一些粉丝朋友，应该都是有利润。所以我的观点，如果要做短线的交易者，50、20这3条就是短期的均线组啊。连这一条我们散户的生命线都站上的情况下，每一次有压回这一条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早上的一个上影线哦。昨天有提到的压力位就是 26.9K， 包括推特上面也是有发了这个压力位。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短线目前是有一个背离哦。所以如果还要继续买的话，就是有背离的位置你不要去追，价格高点是比一个高点高，但是这个指标已经开始有一点跟不上，包括这个 MACD 也是有一点跟不上，而且昨天有提到的这个压力位还是压力位哦。你如果要再搞的话，我的观点只能找日线有没有压回20MA 的低点。昨天压回的这个低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啊，它在日线里面是在压回20MA， 而且4个小时里面也是在压回这个20MA。不然我的观点就这样子吧，反正尽量趋势向上的情况下，前面有买的多单，或者是去年的底部有买的多单，还是一样尽量给我报，什么时候可以做空，到时候再通知大家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